現年70歲的朱咪咪憑着出色的唱功及獨特的台風，在20世紀70年代的粵語小調領域闖出了一片天地，成為了當時赫赫有名的粵語小調歌后。後來，朱咪咪加入了 TVB， 開啟了自己的演員生涯，給觀眾帶來了不少歡樂，更有御用阿媽之稱。近年來，朱咪咪選擇長居新加坡，和兩個兒子以及兒媳一起生活。不過，外界注意到她的身形明顯清減了不少，甚至還出現了樹根頸的情況。日前她在加拿大多倫多登台演出，從杜挺豪上載的演出片段中可以看到，她居然又瘦出了新高度，而且還驚現纖腰。在片中可以看到朱咪咪登台獻唱經典歌曲《酒干倘賣無》，她身穿藍黑色露肩珠片長裙，中氣十足。她一邊抱着鮮花，一邊隨着音樂節奏擺動身體，令台下觀眾聽出意由。當朱咪咪舉起手時，那明顯的腰線着實讓人吃了一驚啊！以往大家印象裡她是比較圓潤的身形，可如今卻呈現出這樣纖細的腰線，和過去的形象相差甚遠。這變化實在是太大了。從網民曬出的合照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消瘦了不少，不但鎖骨明顯地露了出來，連樹根頸都出現了。其實今年9月，朱咪咪選擇低調地現身佛山，看來是一心專注於新的工作，參與電影《功夫少年》的拍攝。當時她就已經明顯暴瘦了。敖嘉年曬出的合照可是最直觀的證據，從合照裡能看到，和導演高志森一對比，朱咪咪瘦得可不止一圈。朱咪咪針對自己暴瘦以及出現樹根頸的情況做出這樣的解釋。她提到因為工作關係需要到處飛，瘦了10幾磅，但強調精神和精力都是很好的。朱咪咪還說到自己夜晚戒澱粉質，而且她自爆體重保持在110多磅。對於外界比較關注的樹根頸現象，她指出只是影相角度問題。朱咪咪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多年，通過出色的演藝事業和歌唱事業，早已名成利就，收穫了頗為豐厚的身家。有傳言稱她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香港加起來共有8、9套物業，這些加起來讓她的身家達到了數千萬之多。她曾在短片中曝光的新加坡2層半大屋更是盡顯奢華啊！光是客廳內擺放的那個玻璃舉就十分引人注目，整個櫃子都擺滿了金器，那場面想想就很震撼。此前她接受過新加坡媒體的採訪，她在採訪中向大家大方介紹了她的千萬別墅，羨煞了不少網友，但是她自己卻自嘲這是狗窩。不過這並不是因為她自謙，而是有別的原因在裡面。據了解，朱咪咪目前所住的是新加坡的一棟2層半的別墅，而這棟別墅也不是她一個人住，是與兒媳同住享福的。視頻的開頭，朱咪咪對到訪的記者笑着說：歡迎參觀我的狗窩。隨後把記者帶到了比較寬敞的客廳去參觀，在客廳，朱咪咪介紹了自己喜歡的家具，尤其對客廳裡那一櫃子的金器進行了介紹。不過，他表示別看他們看起來名貴，其實都不是很值錢，有的是朋友送禮送來的，還有的是兒子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儘管朱咪咪表示不怎麼名貴，但擺在客廳一眼看見還是挺有派頭的，令人生羨。然後，朱咪咪坐下來對記者說：大家都稱我住的是豪宅，但我卻覺得它是狗窩，說起來和家裡養了條松獅犬倒也相符合。隨後，他又表示，此前有很多朋友到他家做客，拍下了他的家分享到了社交平台，然後就被媒體報道成了他居住的是豪宅。很多網友看到後表示這算什麼豪宅？
其實就是排屋罷了。朱咪咪說自己無辜得很，我從未在任何地方表示自己住的房子是豪宅住所嘛，舒適最重要，其他方面他都不在乎。之所以買這所房子，是因為環境是他喜歡的那種清幽環境，與兒媳住在這裡也可以享受其樂融融的晚年生活。當被記者問到購入現在這個居所的價格時，朱咪咪表示當時不會講價，花了240萬新幣。後面朱咪咪還帶記者去了臥室和廚房，臥室儼然已經成了一間儲物室。朱咪咪表示這些雜物都是兒子放在裡面的，因為房間一開始是為老公所準備，但當時因瘟疫原因，老公滯留在了香港生活，他們已經很長時間沒在一起生活了，這個房間也就被空了下來。接着朱咪咪又帶到訪的記者來到廚房，廚房打理得井井有條，而且可以注意到灶台那個地方都被保持得很乾淨。記者表示這是因為請了保姆的原因嗎？朱咪咪立馬否認，表示一方面是兒子不太愛吃晚飯的原因，還有就是自己在家沒事就打掃清潔，給自己找點事做。從這裡可以看出，朱咪咪還是個非常能幹的人。結束採訪時，朱咪咪還對記者說自己兒子已經結婚，小孫子出生肯定也是遲早的事了，所以這個房子要加蓋了。朱咪咪想得還是很周到的。從視頻中可以發現的一點是，朱咪咪整個人的狀態是非常樂觀積極的，這可能與她早年的經歷相關。朱咪咪本名朱月美，1954年12月26日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早期他便與家人到新加坡生活，他的父親靠理髮為生，日勞夜忙，得碎銀幾兩，貧賤夫妻本就百事哀。朱媽更是一口氣連生9胎，一家11口蝸居在9平米的棚屋，沒人比朱咪咪更懂窮的滋味。對窮小孩而言，發霉的天花板就是一本看不完的書。他這輩子都忘不了7歲那年，他終於有機會能上影樓拍照，奈何家貧，只能借別人的舊鞋穿。直到拍完後，他才發現鞋底有一隻大蟑螂。原來人在貧窮的時候，連蟲子都來欺負你。他苦笑，但好在上天見憐，給了朱咪咪一把好桑子。在應該是求學年齡的14歲，他和姐姐已在本地各大夜總會和酒廊裡獻唱糊口，魚龍混雜，烏煙瘴氣。在那種地方，你把自己當歌女，別人卻都看不起你。有時為了和不安分的客人周旋，一下班，朱咪咪就去對面的道場學跆拳道。為了養家糊口，朱咪咪唱到喉嚨發炎，一天也只拿3塊錢。到後來他練就了一天可以連唱6場，並且小調悠揚，台風老練。遇到難應對的客人，他也能見招拆招。在夜總會的大染缸裡，他硬是練出一身銅皮鐵骨。正是這樣的磨練，使他成為家中的主要經濟支柱。在6名子女中排行第3的他，小小年紀便負起重大的責任，甚至弟弟也是在他的資助下才能到英國留學。從人們常常用滄海遺珠來形容朱咪咪，就能看出他的嗓音和唱腔是獨特並受到公認的。但沒有人知道那需要經過多少的歷練才成就現在這樣獨特的嗓音和唱腔。可能這其中也有長相加分的原因在裡面。朱咪咪年輕的時候長得很是甜美，一笑起來就有小梨渦出現，漂亮極了。她也深知自己的優勢何在，於是她開始向當歌手這條道路上行進，甚至變得能歌善舞。這樣的她在70年代迅速成為了東南亞地區紅極一時的歌手。1979年，朱咪咪第一次到香港演唱及灌錄第一張廣東小曲《愛情海》，之後便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
朱咪咪在香港舉行過大大小小的演唱會，包括公館及各大會堂。與尹光在公館合作並舉辦了2場個人演唱會，之後他便開始涉足電影演出。1992年灌錄一張唱片，成為無線電視台的合約藝員。朱咪咪首次拍電影便是跟周星馳合作拍《審死官》，在裡面他飾演奶媽這一角色。他一出場，星爺當場看到目瞪口呆，梅艷芳的風頭也弱了30%。單是他一個走路的鏡頭，就波濤洶沖，晃到眼花，笑爆全場。同年，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朱咪咪飾演唐母朱西，哪怕有石榴這豬肉在前，他的朱西也不輸分毫。江湖上，朱咪咪甚至有一個稱號，周星馳御用奶媽。掐指一算，朱咪咪和星爺總共合作了6部電影，御用一詞，他受得起。那些年，他演的全是最無腦最搞笑的丑角，看得多了，人們都以為朱咪咪會搞怪一輩子，但他並不局限於丑角之中。1995年，朱咪咪在電影《百變星君》中飾演李澤洗母親。1996年，朱咪咪在電影《大內密探008》中飾演亞法外母。1997年，朱咪咪在電視劇《醉打金枝》中飾演方小玉。雖然她在影片中飾演的形象往往是丑角，但是通過她的表演，我們也不難看出她表演上的張力和她表演功底的深厚。她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的。後來她也是憑借着自身的演技，在香港金像獎和亞洲電視大獎中多次被提名。不過近2年，她的演藝生涯卻有些坎坷，一方面是瘟疫原因，還有就是 TVB 的不重視，導致她處於有近1年沒戲拍的狀態。在此前接受採訪時，她還吐槽過 TVB 的工資相當低，1年5個節目，給她一個節目的價格只有1000元。她表示這連抽成都不夠。隨後，她又表示，雖然 TVB 現在工資低，但她還是會盡心盡力做好自己的分內之事，因為是 TVB 給予了她更多商演的機會，而且她與 TVB 的合同還有1年才到期。不過，她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縱使自己有感恩之心，也接受不了這樣一直消耗下去。目前，朱咪咪是沒節目上的時候就在新加坡與兒子兒媳一起生活，有節目就返回香港去工作的一個狀態。家庭關係進一步升華的同時，還能兼顧到工作，對於70歲的朱咪咪來說已經是很不錯了。如今的朱咪咪可謂是家庭事業雙豐收，日子幸福美滿。而要說起她與老公的相識，還要從之前說起。年輕時的朱咪咪是一位絕色美女，身邊自然不乏有眾多男星的追求，但是朱咪咪的婚姻卻堪稱有些喜劇性。據說在她第一次到香港時，當晚便跟其他歌星去看演唱會場地，在去的過程中，她認識了接送她的司機，結果2個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經過一段時間的熟悉，2人很快就建立了戀愛關係。2年後，她便與這位接送司機馬先生結婚了。可能這在一些人看來有些難以想象，一名歌星就這樣和一位司機走到了一起。其實後來有媒體了解得知，她的丈夫馬先生就是 TVB 視帝馬德鐘的堂兄。婚後沒過多久，2人便生下了2個兒子。她和她的家人也都定居在新加坡。朱咪咪為了讓家人有更好的生活，同時也為了發展自己的事業，她選擇了在香港居住。而她的丈夫、2名兒子和年紀老邁的母親則全留守在新加坡的房子居住。現在的朱咪咪已經70歲了，身材也因為長期的兩地奔波逐漸的消瘦了起來，沒有了以前的那種珠圓玉潤的富態。
儘管這樣，她也不覺得疲憊。為了能做一位合格的好母親，她甘願兩地奔波，以便於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家人團聚，享受短暫的快樂時光。現在的娛樂圈偶爾也能看到她的身影，演的角色還是之前的諧星，但是她的那種精神真的值得很多年輕藝人學習。期待朱咪咪今後會有更多更好的作品。